嘿，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我们来 DIY 做一个水位侦测器。身为一个业余的养鱼爱好者，我除了赏鱼喂鱼之外呢，一定会碰到一些特殊状况需求，但是市售的水族用品呢又无法满足我们的客制。那这时我们就必须要 DIY 做一些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。那今天我要来做的就是水位侦测器。为什么要做水位侦测器呢？在很多的状况下，我们水位是会降低的例如说一个蒸发、破水、换水等等的状况下，我们的水位都会降低。在水位降低之后呢，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马达能够停止运转，这样的话，至少我们还可以保护让马达不会因为抽不到水而造成损坏。那我的鱼缸呢，平常也是在换水的时候呢，也会碰到马达吸不到水的状态。那这时候呢，我必须手动去把它关掉。人在的时候关掉当然是可以的，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人不在，在家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今天我要做的这个水位侦测呢，功能虽然简单呢，但是呢非常实用。我相信许多的玩家也知道我的用意。好，我们不多说，现在就开始来做。当然要做这个呢，我们当然不希望花太多钱了。预算大概是在1000块之内啦，1000块之内来做好这个数位的水族侦测。那我们这里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主要材料有杜邦线，还有这是MCU 控制器，这就像人脑一样。再来这个就是电源的开关了，我们在电子的上叫它继电器 relay。还有就是底座，这是微处理器的底座，这样子的话在接线比较好接。另外一个这个是触角，就是浮球开关，侦测页面的。当然还有其他的材料啦，那我在这边不赘述。除了刚刚上述的那些材料以外，当然我们还要有一台电脑以及一个头脑。所以这样加起来呢，不含电脑和一个头脑的话，加起来应该是不超过1000块的。而每个人花的钱可能会不太一样，但是相信我，绝对不会超过1000块，应该500块差不多。原理是这样的，你可以看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鱼缸，对不对？那个鱼在里面游得卡卡的。讲重点。我们把一个浮球开关放到鱼缸里面，那这个浮球开关呢，它就会随着这个水面上下波动。这边有一个地方要注意这个我们叫做 debounce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浮球开关，你看它到中间的时候，它会是 on off。那这样子会造成什么？造成我们如果说是电源开关的话，它会让马达一会跑一会停，一会跑一停。在这种状况下，马达很容易坏掉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克服的地方。等等，我们可以用软体来克服这个现象。再来，我们来看浮球怎么跟微处理器还有继电器控制电源。我们这个浮球呢会接到 MCU 来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浮球就好像是人的手一样，那 MCU 就是脑袋。当我的手碰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是看到是继电器，这是另外一只手。当我们的右手知道了水位之后，左手就是一个开关。我要把马达开或关，就是靠我的左手。但一切呢，都是要透过这个微处理器这边来控制。所以这边可以看到，上的时候马达就启动，下的时候马达就关闭，非常简单。那我就是参考这份硬体的线路图
来设计我的开关。那中间我看到这边有个开关哈，那我就是把它换成浮球开关，其实两个意思是一样的。那换成浮球开关之后，再按照这个电路去完成整个设计。好，我们现在动手来做我们的硬体。Few hours later， 做完这些硬体的工作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写程式啊，跟我一起来写程式吧。我们现在就用那个 Debunks 的这个范例程式，去改成我们想要的那个水位控制开关。所以这里呢，基本上我都是用那个 Debunks 的程式。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想要改的，第一个是 I/O， 还有就是增加一些变数，另外呢增加一些这个 timer， 就是计数器的数字。那我需要的计数器数字是会比较大的。然后在主程式里面呢，我也是加了一些判断式，那这些判断式都是帮助我去做那个 debounce。debounce 就是让它不要 on off 太频繁，然后最后输出到我们的微电脑处理器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微电脑处理器有这些程式在里面的话，然后它就会自动运行，然后帮我们做侦测。做好了，我们现在去试试看它的效果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实际的测验一下我们的刚刚做好的水位侦测器哈。然后我们来看，这是一个水管，那里面我放的一个就是泡的，泡膜这边水管在这边，等于说泡膜一旦有电的话，它就会上来，然后就是会自己做一个循环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刚刚的设备接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接好啦。你看到这个就是继电器，这个就是继电器，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控制板，还有我刚照的线路去做好的线路。好，你看到现在我们模拟，假设我现在是没有水的状态，就是低于这个水位，低于这个水位的时候，它就马达就停止，对不对？那它有没有水低于它马上就水位高于它马上就继续运作。那低于它呢？我们看，把它拿起来，慢慢低下去，低于它，好，低到这样，有没有停下来就停止运作了？再看一次，水位高于它就开始动作，然后水位低于它就停止动作。原理很简单哈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，或者说你想做一套的话，我们来讨论一下，我也可以帮你做一套，然后收些后面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大家的